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公司，他们的核心往往是一个精致的道德真空。今天我要跟你解读这本来自 Facebook 前高管的震撼回忆录 Careless People。 作者 Sarah Wynne Williams， 他曾是 Facebook 的全球公共政策总监，是代表公司在世界各国总统和总理面前与他们直接谈判的人。他的这本书揭露了那套道德删除程序是如何在 Facebook 运作的，并且在2025年3月下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。看完今天这集，你将会明白，当你身处一个只谈增长不问对错的环境里，保持清醒到底有多难，以及代价有多大。第一层，宏大使命的糖衣，理想主义者的滤镜。每个大公司都需要一个漂亮的品牌故事。Facebook 的使命是让世界更加开放与连结。Sarah 最初就是抱着这样单纯的希望加入 Facebook 的。这种用一个宏大叙事来凝聚人心的手法，其实是所有成事者的基本功。这就是我们东方人说的师出有名。你想想看，三国时期的刘备，他靠什么起家？靠的是匡扶汉，是这面大旗。这个品牌故事足够响亮，才能吸引到关羽、张飞、诸葛亮这些顶级人才。但他的最终目的真的只是恢复汉朝吗？还是建立自己的蜀汉帝国？你看，一个伟大的使命，既可以是创始人内心真实的信仰，也可以是一个极其高明的管理工具。它能让无数聪明的年轻人像 Sarah 一样，心甘情愿地为之卖命，相信自己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。第二层，权力核心的暗能量现形，大佬们的真实面目。当 Sarah 真的进入 Facebook 的权力核心后，她看到了什么？她看到的是，权力就像一个超级放大器，它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本质，但会把他内心最深处的欲望和弱点放大到极致。书里有太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例子。书里揭露的 Sheryl Sandberg， 脸书的2号人物 LinkedIn 的作者，全球女性的职场导师，私下是什么样子？一架韩亚航空的飞机失事后， Sheryl 立刻在 Facebook 上发文，说自己和团队原本要搭乘那班飞机，暗示自己与死神擦肩而过。这篇文获得了巨大的同情和关注，但作者 Sarah 和同事都知道，他们从未预定过那班飞机。一个为了塑造个人形象，不惜利用一场空难悲剧来编造故事的人，你觉得可怕吗？有一次开会，一位叫 Debbie 的同事因为交通堵塞迟到了几分钟。Sheryl 当着所有人的面停止会议，冷冷地质问他为什么没有预判到交通状况，为什么不尊重同事的时间，把一个资深主管羞辱到不断道歉。他会议室的名字叫 Only Good News， 只准有好消息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。而 Mark Zuckerberg 呢？他活在一个绝对的权力泡沫里。书里最经典的一幕就是大家一起玩桌游卡坦岛，所有高管都心照不宣地放水，确保 Mark 能赢。当作者戳破这件事时，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像在看一个白痴。你在职场上有没有碰过类似的案例吗？欢迎留言分享一下，让大家看看职场现形记有多精彩。第三层，致命的轻率与冷血的共谋。 Facebook 最著名的口号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听起来很酷，但当一家公司带到可以影响整个国家时，这句话就变成了致命的轻率。而这一切在缅甸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。你可能不知道缅甸发生了什么。简单来说，在那个国家 Facebook 几乎就等于网际网路，但 Facebook 却极度忽视这个市场。整个国家数千万用户，一度只有一个兼职员工在都柏林负责内容审核。更荒谬的是， Facebook 的系统根本不兼容缅甸的官方语言，导致仇恨言论像病毒一样传播，却无法被有效检举和删除。最终的结果是什么？联合国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， Facebook 在缅甸被用作煽动暴力的工具，直接导致了针对罗兴亚人的种族灭绝。一份外泄的内部文件显示， Facebook 曾向广告商推销一项服务，它精准识别出青少年感到没价值、不安全的脆弱时刻，然后向他们推送定向广告。这等于是将最脆弱群体的负面情绪包装成商品来牟利。更夸张的是，当高管团队要去一个对公司发出过逮捕令的国家时，他们竟然在会议上公开讨论，要先派一个中阶员工去当炮灰 buddy， 测试一下当地政府是不是真的会抓人。员工的安危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场可以计算的风险测试。但你以为这就是极限了吗？不，比以上所有这些更可怕的是冷血的共谋。书中揭露， Facebook 为了进入中国市场，内部制定了周详的计划。他们愿意开发一套全新的审查工具，并将中国用户的数据储存在中国，让政府可以控制和看到。而在评估风险时，一份内部文件的一行字上面写着，如果由 Facebook 自己来执行这些数据审查，其中一个缺点是
Facebook 的员工将要负责回应那些可能会导致用户死亡、遭受酷刑和监禁的数据请求。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知道代价是什么。但这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个需要评估的企业风险。中国古代的经典《左传》有句话说得好：务实而戒骄，则能久安。意思是脚踏实地，戒除骄傲自满，才能长治久安。Facebook 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反面，极度的傲慢，脱离了现实，自以为可以凌驾于一切道德和法律之上，最终让自己陷入了永无止境的性欲危机。面对这一切，作者 Sarah 的理想主义被彻底击碎。他曾试图从内部改变，推动公司承担责任，但换来的却是打压、排挤，甚至在他休产假、身体最虚弱的时候，还要遭受上司不当的骚扰和职场霸凌。最终他被公司解雇，选择写下这本书，揭露真相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离开一个有毒的环境不是失败，而是一种清醒和自我救赎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期直面真相的内容。在你的工作或生活中，是否曾经发现有点不对劲，但好像大家都这么做的小事？记住，所有巨大的崩塌都不是瞬间发生的，它始于每一次你对那些小事的妥协和视而不见。我们无法改变世界，但至少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，守住我们自己的内心秩序。这里是核心知识，感谢你的时间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